这就是日本这次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演习搞得这么大的规模，搞这么长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它背后隐藏的一箭双雕的目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日本搞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联合的演习这个演习时间很长，从9月一直要延续到11月。那么通常呢，一般的军事演习，即使是大规模的，也就是个10天8天半个月也就是这么一个时间。但日本这次要搞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搞2个月的时间呢？我认为他这次想达到一个一箭双雕的目的，因为现在就是菅义伟呢提出，就是说不在连任竞选新首相之后呢，那么自民党内部呢就开始纷纷的就激烈的竞争这个新首相的位置，因为新首相呢他必须得是自民党的这个党首，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岸田文雄还有高市早苗等等都在这个竞争，包括河野。那他们这些人呢，我认为都是比较右的。那既然比较右，他就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就是要显示谁更强硬，因为他们在这次演习的时候呢，都是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军力的发展，中国的一些行为包括在钓鱼岛上的这些宣示主权等等这个都是日本的巨大威胁。还有一个就是拿台湾岛来说事儿这都是他们作为竞选或者是竞争党首的这么一个说辞。那么这个军事演习呢搞的规模大，你总要有个由头这就是源自中国的威胁。所以呢他们是拿中国来进行说事儿，拿这个军事演习，因为你搞军事演习嘛，总是要对付外界的压力或者是外界的这种安全威胁，所以他是借着这个搞演习来这个宣传他们的这些观念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几个竞争的这几个人是怎么看外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我们是怎么看待台湾问题的，我们怎么看待中国的军力发展的那这样的话呢，然后我们怎么应对呢？就是搞军事演习。你看这个军事演习的规模很大动用了这个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包括美国的这个陆军也来参加到这个演习里边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日本的各种自卫队，还有美军也要参加。那这个规模大，既然搞这么大的规模，那就要显示这个威胁或者压力也大，不然的话，如果就是几个恐怖分子，那你搞这么大的演习干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个100架的飞机、成千的这个平台，还有上万的这些军队你都在这儿这个动用这个自卫队的人员，你是搞什么呀？不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吗？所以他的这个演习时间长、规模大这个包括各个维度就是各个环境里边的这种作战的样式，都是为了搞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对抗。那这个呢，是为他的这个政治竞选来服务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搞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演习。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借着这样的演习来发展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因为根据和平宪法，日本是不能够拥有军队，不能够拥有这种交战权，不能够进行这种进攻的作战。但是呢由于这些就是政客或者是这个政府的官员在大肆的渲染外部的威胁，那既然外部威胁大了，我们当然要加强这种防卫或者是这种军事演习的力度。所以你看他这次是从北部就是日本的九州这个方向，然后把大量的这些就是自卫队还有装备往西南方向。那西南方向大家都很清楚，台湾方向嘛，对吧？钓鱼岛方向嘛，这都属于日本的西南方向，往这个方向移动。那么移动嘛，大量的部队、大量的兵员在移动，这个他就说了，我们的舰只、我们的飞机不够，还要动用民间的这个企业，动用民间的卡车和这个船只，实际上就是调动日本老百姓的这些力量。日本的老百姓其实他是并不愿意参与的，因为你这样的演习跟我日本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他要渲染这个威胁很大呀，我们的能力不够所以要动用你们的船只，动用你们的
这个卡车呀，所以呢，他要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右翼或者是日本政府的这些官员呢，是想借着这个演习啊，渲染这种威胁的这种力度，借此呢发挥，就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做大做强。那做大就是增加兵员呐，增加装备啊，要更多的钱呢。因为日本的这个防护经费已经出现了10连仗了，10年连续仗啊。那你跟老百姓做个交代吧，那就是威胁加大了，安全的防守的难度加大了，所以我们要涨钱，我们要增加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装备，我们要发展它的这种打击或者作战军事行动的能力。这就是日本这次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演习搞得这么大的规模，搞这么长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它背后隐藏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